為什麼朱老大要含淚砍向周衛國的胳膊呢？這一刀看似夺走了周衛國的一条手臂，卻救回了他的一条命。由於在此前那场慘烈的突圍戰中，连長周衛國不幸被鬼子炮彈炸傷，而根據綁来的鬼子軍医診斷，想要保命就只能截肢。所以面對死亡和斷臂之間的抉擇，朱老大只能忍痛揮下這一斧。可當周衛國醒來後，警衛員徐虎望着他单手連洗臉的毛巾都無法擰乾時，心裡滿是內疚自責，因為两人自從南京保衛戰後就從未分開過。可唯一一次分開行动，卻讓周衛國丟了一條胳膊。好了，不卫国，以後你就给我当左手。哎，你得把这些小命给我保住。很多人认为周卫国失去左臂後最大的影響是戰鬥能力下降，但在真實抗戰中，負傷並不意味着軍人的價值結束。比如獨臂將軍賀炳炎在戰鬥中失去右臂後，依然繼續留在部隊，並擔任重要指揮工作。因為戰爭中的指揮員價值並不只體現在能不能拿槍衝鋒，更體現在戰場經驗、戰局判斷和帶兵能力。所以周衛國真正需要面對的不是還能不能戰鬥，而是如何用新的方式繼續發揮作用。這也是抗戰年代很多傷殘軍人的共同選擇。身體可以留下遺憾，但一個軍人的價值不會因為傷口而消失。全體都有向連長敬禮。隨着在場所有三連戰士朝周衛國敬上了一個莊重的軍禮，這一刻周衛國終於忍不住落下了眼淚。但如果只是表現戰友心疼周衛國，其實一個擁抱一次哭泣或許就夠了。可導演卻選擇讓所有戰士集體敬禮，是因為這個動作代表的是軍隊裡的身份認可。因為周衛國害怕的不是別人看到他的傷，而是自己失去手臂後是否還能繼續成為那個帶領大家的人。所以這個軍禮回應的不是他的傷口，而是他的身份，他依然是三連的連長。因此一個好的影視細節不是告訴觀眾人物很感動，而是通過一個動作讓觀眾自己感受到人物內心缺失的東西。會承擔所有愛，他慢慢無所期待，慢慢置身事外，慢慢的離開。如果說前面兩段哭戲是周衛國被戰友重新治癒的瞬間，那麼接下來和朱老大的告別才是這場斷臂傷痛最溫柔也最催淚的收尾。隨着鬼子對虎頭山的掃蕩結束，上級下令讓周衛國帶着剩餘的三連戰士重回虎頭山組建游擊大隊。然而在分別之前，朱老大卻提出想跟周衛國再畫一次拳。哎，划两拳。這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划拳，但其實這個細節導演安排得很有意味。因為朱老大沒有選擇說一些煽情的話，而是用他們過去最熟悉的方式重新回到曾經兄弟相處的狀態。而這樣的處理也讓這場告別沒有一開始就陷入悲傷，而是在熟悉的歡笑中慢慢積累情緒。很多時候真正打動人的不是直接表現離別，而是讓觀眾先看到人物曾經擁有的美好。直到最後朱老大突然緊緊握住了周衛國的手，氣氛才慢慢變得傷感了起來。他慢慢放棄依賴，慢慢失去寵愛，慢慢再重來，或許他還會再回來。後來才明白，過去已成過去，誰都不能更改。其實朱老大真正痛苦的地方並不是後悔當初的選擇，因為他清楚如果不截掉周衛國的手臂，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死亡。真正讓朱老大難以釋懷的是，他保住了兄弟的命，卻改變不了他因此失去一條手臂的事實。所以他的痛苦不來自選擇本身，而來自看着周衛國為這個選擇承受代價。真正深厚的兄弟情不是永遠做出完美的選擇，而是在無法避免傷害時，依然會為對方的痛苦感到難受。那個，大哥喝多了。此刻的周衛國也明白，周老大是因為自己的斷臂而感到痛苦內疚，但為了不讓這種悲傷氣氛蔓延，他只能選擇端起酒杯與大家痛飲。沒了胳膊，我也是你們二當家的，對吧？兄弟們，很多人覺得周衛國這句話體現的是他的堅強，但更深一層看，他其實是在主動緩解所有人的壓力，因為他知道朱老大愧疚，兄弟們難受，如果自己也沉浸在斷臂的痛苦裡，那這場離別只會變得更加沉重。所以他選擇用一句看似輕鬆的話，把大家重新拉回過去那個熟悉的關係裡。周衛國真正強大的地方不是沒有痛苦，而是在自己也需要安慰的時候，依然願意先照顧別人的情緒。老四倒酒。這一刻的周衛國
國只能用一杯又一杯烈酒压下心中的复杂情緒。但虽然周卫国失去的是一条手臂，可他最終守住的是一個軍人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面對人生突如其來的變化，依然相信自己有價值。而現實中的我們也是如此，因為人生不會永遠按照計劃前進，有些失去無法挽回，有些遺憾也無法改變。但真正決定一個人未來的，不是曾經失去了什麼，而是在失去之後能不能重新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那麼斷臂後的周衛國接下來還會迎來哪些挑戰呢？我們下期接着解讀。